09年初，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年底时，我决定跟他回老家一趟，可我却在那里遇到了已经出国3年的闺蜜，只是她竟然被养在臭气熏天的猪圈里。她很快认出了我，不断张嘴，无声地重复说着一个字：好。我怎么都想不到，曾经那个光鲜亮丽、被称为女神的她，竟变成了这番凄惨模样。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一口气看到大结局，每天更新。喜欢评论区扣1，无聊扣2。温馨提醒您，正文开始。订婚前，郝妍本来是想先去我家，见见将我一手带大的爷爷奶奶。冉冉，对不起，我可能得先回老家一趟。临行前，郝妍满是愧疚地找到我，一脸歉意。郝妍来自于偏僻的农村，很早就出来打拼，因交通不便，回去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加之她工作特别努力，1年中有大半时间在出差。前段时间，她在老家的妈妈大病了一场，她也有好几年没回去了。郝妍没说得太直接，我能理解她的难处。我笑着安慰她，没事，先陪你回去见见叔叔阿姨也好。郝妍眼圈微红，抱着我说道，冉冉，能遇见你真好。可等我真正走进山区，才意识到了自己见识的浅薄。怎么会有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明明都走了整整2天，茫茫大山中依旧看不到半点人烟。直到第3天日头西沉时，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坐落在山腰的小山村。哦，有肉吃了，有肉吃了！刚到村口，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就看到了我们，嘴里发出阵阵欢呼声。我有些不明所以。郝妍解释道，你第一次来我家，总得办个席，请村里人一起热闹热闹。我似懂非懂地跟着郝妍进了村，身后是那群兴高采烈的小孩在起哄。此时天色已经有些昏暗，散布在山坡上的那些房屋却显得有些黢黑阴森。这时，一道有些凄厉的女人惨叫声从远处传来，那些小孩脸色大变，纷纷跑开。那是什么声音？我吓得躲到郝妍的怀里。郝妍神色平静，说道，没事儿，村里的一个疯女人。由于太过疲累，我并未把这个小插曲当一回事。郝妍的父母是那种很常见的农民形象，憨厚朴实，分外热情。尤其是郝妍的妈妈，不断上下打量，强拉着我的手，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城里的姑娘就是不一样，这小手又白又嫩的，还有这身段，铁定能生养。被郝妈妈这么一顿赞美夸耀，倒是让我觉得有些不太好意思。因为只有2间房，晚上的时候我自然便和郝妍睡一间，这倒是让我有些不太适应。我并非那种极度传统的女人，和郝妍在一起的时候也有过正常情侣的肌肤之亲，但每次即将更进一步的时候，郝妍都会停下来。现在的自私占有，对你来说有些不太负责。从我们结婚那天起，之后的所有时光，我希望你都只属于我一个人。毫不矫情地说，正是郝妍的这些温柔和淳朴打动了我，也让我真正放下戒备，愿意跟他回到这偏僻的山村。半夜时分，喝了太多水的我摸索着爬了起来。他家是那种传统的土厕所，在后院里。当从厕所出来时，我在黑暗中听到一阵呜咽声，起初我以为是风吹的，可当第2声传来的时候，我有些慌了。那明显是人才会发出的声音。院外夜色深沉，仿佛随时择人而噬的怪兽，手中烛火飘摇，吓得我赶紧进了屋。我一转身，却发现在阴暗的屋子里，郝妍正直勾勾地盯着我。你去哪儿了？郝妍上前一步，脸色看起来明暗不定。后院厕所。我指了指后门，下次记得开灯，毕竟你人生地不熟的，别磕着碰着。啪叽一声，房间大亮，郝妍露出一脸温和的笑容。第2天，郝妍家里果然开始忙碌起来，叔叔和阿姨满脸春风，开心地准备各种办席食材。每次我想帮忙的时候，都会被郝妍柔声劝开。她说这种粗活可不适合我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孩。百般无聊之际，我来到前院，在不远处的树下，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婆婆，脸皮没有一丝血色，像是枯死的老树皮。她突然冲我一笑，露出漆黑的口腔，里面没有牙齿，竟只剩半截舌头。
我吓得退后一步，差点摔倒，被及时出现的郝岩扶住。怎么了？郝岩神情关切，我指着半蛇婆婆蹒跚离去的背影，有些语无伦次。她……郝岩柔声安慰，解释道，容婆婆一个人很可怜的，男人死得早，嘴里又得过病。哦，那确实很可怜。我松了一口气，怪不得刚才注意到半截舌头的断面很整齐，应该是做手术切掉的。不用怕，村里的人都很好。郝岩将我带回了屋，半开玩笑的道，我们这山高林密，最好不要乱跑，会很危险的。我很乖巧的点了点头，但对这有点像限制行动范围的劝诫，心里多少有点不太舒服。逐渐忙碌起来的后院，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我却有种局外人的失落孤单。于是我将目光投向了后院角落，也是我昨晚听到动静的地方。那里是个猪圈，趁着没人注意，我假装拎着一个关水桶缓缓靠近。除了猪的哼哼声之外，粪便混合着其他古怪的臭味扑鼻而来。看着猪圈里的几头猪，我暗暗松了一口气。昨晚听到的呜咽声果然只是自己的错觉，可我一回头，却看到郝叔叔拎着一把杀猪刀，就这么站在我身后。你在弄啥子？郝叔叔的眼神直勾勾的，手里的刀透着寒芒。我……郝叔叔不同于郝阿姨，他不会说普通话，有点难以沟通，这倒让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郝岩再次及时出现，他搂着我的肩膀问道，怎么了？这不是没事干，想着帮帮忙吗？我指了指猪圈。一番沟通后，才知道郝叔叔拎着刀过来是为了杀猪，准备晚上的宴席。郝妈妈也笑眯眯的出现，说道，这就不是你该来的地儿。我妈妈的意思是，这里又脏又臭，不适合你待这儿。郝岩出声解释。可这时猪圈的门突然哐啷一响，所有人齐刷刷的举头望去。猪通人性，知道要被杀，会有些躁动。郝岩半推着让我进屋，郝叔叔抄起一旁的木棍，对着猪圈里的猪就是一顿毒打，引得惨嚎声不断。姑奶奶，不乱跑了，好好休息，晚上准时吃席。郝岩俏皮的摸了摸我的脑袋，这个举动引得后院里其他村民们纷纷起哄。我红着脸庞，顺从的进了屋。其实呢，从刚才的嚎叫声中，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猪能像人一样发出那种带着明显痛苦情绪的惨叫。为了验证是不是自己的幻觉，我决定趁着没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个清楚。晚上的时候，大半个村子的村民都齐聚前院，郝岩当众公布了和我的关系，得到了很多人的敬酒祝福。我留了个心眼，趁着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酒水吐在擦嘴的纸巾上。我观察到酒桌上有几个神色和衣着不同于村民的人，他们有些奇怪，似乎总在暗中打量。郝岩解释说，这是他在城里的远方亲戚，特意从外地赶回来，就为了见见我这个城里来的媳妇儿。不多时，大多数人都喝嗨了，耳根通红，七扭八歪的。我则借口累了，踉踉跄跄的准备回屋休息。可一个女人挡住了我的去路，她脸色凶狠，目露癫狂，上来就掐住我的脖子。去死啊！死了就能解脱！我完全没料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明明怀着孕，竟会有如此大的力量。猝不及防之下，我被那个女人摁倒在地，那双手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扼住我的喉咙。仅仅是几秒钟，我便觉得呼吸不畅，眼前阵阵发黑。而近在咫尺的这个年轻女人，之前我在酒桌上见过。郝岩介绍，这是他家五叔的老婆。五叔本来是个老光棍，穷了大半辈子，前年才结的婚。女人年轻，但精神有问题，否则也轮不到人到中年的五叔。好在身体没啥大问题，能生养。她已经生了2个女儿，现在刚怀孕4个月。如今五叔一家都在期待女人第3胎能生个大胖小子，以此来传宗接代。说实话，当时听说这件事情后，我心里十分震撼，对这个年轻的五婶充满了同情。可在饭桌上看到一家5口其乐融融的模样，又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多余操心。此刻近距离面对五婶怨毒愤恨的眼神，我的意识逐渐开始模糊。又犯病了，又犯病了！拉走，快拉走！
村民们大叫着冲了过来，终于在我彻底昏死过去之前，几人费力地将吴婶拉开。去死！去死啊！吴婶不断拼命挣扎大喊，暴怒的五叔赶过来，一个耳光过去，吴婶顿时安静了下来。郝岩将我扶起，细心检查我脖子上的伤痕，心疼的眼圈都红了。然然，对不起，对不起，我没保护好你。我被郝岩紧紧地抱在怀里，余光中看到吴婶被五叔蛮横地揪住头发，片刻前还状若癫狂的吴婶突然变得极为顺从。她抱着五叔的大腿，眼中满是祈求乖巧的神色，和刚才简直判若两人。我感觉到一股不寒而栗，差点当场呕吐，只能死死地抱着郝岩。吴婶会是那个我刚进村就凄厉嚎叫的疯女人吗？还有猪圈里的怪声，这个村里处处透着古怪，我不敢想下去，真的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宾客散去，喧嚣重归寂静，屋外只剩夜风呼啸。房间里，郝岩轻手轻脚地进了屋。然然，他来到床边，轻声呼喊我的名字。他睡着了。门口传来郝阿姨的声音。郝岩说道：刚才喝了不少酒，又受了些惊吓，估计很累了吧。郝阿姨轻笑一声，说道：这小丫头有点精，你可看紧点，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妈，我知道了，早点休息吧。郝岩有些不太耐烦，将郝阿姨推了出去，然后反锁上门。我自然是没睡着，感受着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郝岩躺在了我身旁。然然，真睡着了。郝岩的气息喷在我的脖子上，我紧张到了极点，连大气都不敢喘。不过片刻，身后传来均匀的鼾声。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蓦然发现郝岩的脸庞几乎快贴到我的鼻尖，他的嘴角似乎还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脑子里回想着他和他妈妈刚才之间那诡异的谈话，以前觉得无比阳光的笑容，此时面对这张熟悉的脸庞，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惊悚感。我蹑手蹑脚地起床，临出门前特意回头看了眼，郝岩好像真的睡着了。于是我摸着之前在酒桌上顺来切水果的小刀，悄然朝后院走去。猪圈里的猪似乎察觉到了动静，有一点点小骚动。我担忧地再次回头，浓墨般的夜色快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忍着浓烈的恶臭，我跳进猪圈，突然发现猪圈里面还隐藏着一个木门。我正要伸手，木门却自己缓缓打开，里面黢黑一片，啥也看不见。夜空划过一道闪电，一张枯槁的脸庞出现在眼前。惊悚之余，我吓得跌坐在满地的猪粪上，手上滑腻异常。一闪而逝的亮光下，我认出了这张脸的主人，谢飞。她是我的闺蜜，3年前莫名失踪，轰隆隆的雷鸣紧随而至。谢飞也认出了我，汹涌的泪水在她黢黑的脸庞滑落，划出2道清晰的泪痕。她不停地张嘴，无声地喊了一个字：跑。以前的谢飞五官精致，身材高挑，是我们班上公认的女神。每次和她站在一起，我都有些自惭形秽。3年前，她说要出国留学，自此以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我在失落之余，也默默替她祝福。没想到，竟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再次见到她。更让人震惊的是，她被剥光了衣服，用镣铐锁住手脚，像牲畜一样被人圈养在这恶臭难当的猪圈里。别怕，我现在就带你走。我强忍着泪水，想要帮她解开脚下的镣铐，可一个小水果刀作用实在有限。谢飞突然惊恐无比地看着我身后，我回头望去，发现屋子的一盏灯亮了。等我，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知道有人醒了，我将小刀塞给谢飞，翻出了猪圈，环顾四周，见无处可藏，慌忙一头钻进了旁边的柴草堆里。郝岩拎着一个手电筒走了出来。然然。郝岩放低音量，呼喊我的名字。我躲在黑暗中，紧紧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响动。他第一时间到猪圈里检查了下，随即直接看向了柴草堆这一边。意识到自己暴露的我，心里猛然一跳，绝望无比。刚才跳进猪圈里，脚下全是湿滑的猪粪，我只顾着一头躲进柴草堆，完全没想到身后会留下一串脚印。天空开始飘起小雨。郝岩缓缓来到柴草堆前，在手电的光亮下，
他的脸庞呈现出一个诡异的神情。冉冉，你就躲在里面，对不对？面对近在咫尺的脸庞，我吓得全身发软，眼泪快要夺眶而出。郝岩叹了一口气，伸出手，挤出一抹勉强的笑容，柔声道：出来吧，听话。面对郝岩的好言相劝，我知道再躲下去也是掩耳盗铃。我随手摸到一块石块，准备冲出去拼死一搏。但郝叔叔和郝阿姨这时披衣出现在了后院。女娃娃跑了！郝叔叔吼骂着，郝阿姨推了他一下，骂道：还不赶紧去找！郝叔叔就这样心急火燎地跑了出去，手里带了根麻绳。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赶紧找啊！见郝岩纹丝不动，郝阿姨气急败坏，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早提醒你了，非不听非不听，真以为人家城里的姑娘会瞧上你？就应该按照老规矩，关起来，饿上几天，跑一次就打一次，很快就能乖乖听话了。郝阿姨不停地数落着郝岩，郝岩却不着痕迹的正好挡在我藏身的柴草堆前。知道了，妈，你先带人去找，我马上就来。郝岩想支开他妈妈，郝阿姨一副怒其不争的样子，跺脚离去。院子里就只剩下我和郝岩两人。郝岩转过身来，再次说道：冉冉，你如果再继续躲下去，迟早会被发现的。见此情形，我半信半疑的挪出身来。为什么？我依旧警惕的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明明他刚才可以轻易的指出我的藏身之处。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郝岩看了眼猪圈，说道：你先保住自己，再想其他的。郝岩一脸真诚，并未有进一步的举动。我有些动摇了，如果他真的想抓住我，用不着等到现在。雨点淅沥沥的落下，我默默地跟在郝岩的身后，来到一处后山处的一个地窖前。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找到这里。郝岩指了指洞口，此时在雨幕的村落中，可以看到一些光点在闪动，还伴随着叫骂声。他们好像发动了更多的人来找我。我刚进入地窖，就发现地窖里除了有被褥之外，还有一些镣铐绳索，这分明就是囚禁人的地方。郝岩就站在地窖入口处，他见我不再朝里进，无奈地叹了口气：冉冉，你就信我一次吧，我不会害你的。我抬头看了眼那张熟悉的脸庞，心乱如麻。此时的我已经有些分不清真话和谎言了。又是一个闪电划破夜空，郝岩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张如同干枯树皮的可怕脸庞，是半蛇婆婆。之前我心里就隐隐有种猜测，难道半蛇婆婆是很早之前就被拐卖过来的？在我想开口呼救时，郝岩也察觉到了身后有人，他诧异回头，迎接他的却是半蛇婆婆手中的一块石头。随着郝岩的惨叫滚落，我也被他撞倒，我俩一起滚进了地窖里。等我再次爬起时，却看到电闪雷鸣之下，半蛇婆婆露出诡异的笑容，以及那黢黑可怕的口腔。咣啷一声，地窖的木板门被关上，眼前陷入一片黑暗。不多时，郝岩痛苦的呻吟声传来，我顺声摸去，黏糊糊的，应该是血。我没事。郝岩出声道。找到手电筒打开，他果然靠在墙角，额头上有血迹流下。我试着去推地窖的木板门，发现已经被反锁。完了，他们很快就会被容婆婆喊过来的。郝岩很是懊恼，正如我所料，容婆婆确实是年轻的时候被拐卖过来的。起初的3年，容婆婆几乎每个月都要逃跑一次，最远的一次也只是饿晕在3天脚城的山林间。抓回来的结果自然是少不了各种毒打。第5年的时候，容婆婆生下了一个儿子，渐渐的就不再往外跑了。不过她儿子8岁大的那一年，因在水边贪玩，不幸溺死。容婆婆伤心欲绝，几乎夜夜哭嚎。她男人忍受不了，拿了一把剪刀将她的舌头活生生的剪了下来。自那以后，容婆婆性情大变，甚至还跟她男人一起利用容易被人同情的外表，也做起了拐骗女孩的勾当。后来她男人出意外死了，容婆婆就再也没出去过，专心在家养孩子。她年纪大了，眼神不太好，可能是把我当成你了。郝岩惨淡一笑，现在只要村里有新来的女人，容婆婆下手都特别狠。果然没过多久，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
为什么会这样？我绝望地靠坐在一旁，欲哭无泪。郝岩想伸手替我拭去泪水，见我下意识躲闪，他突然反手抽了自己一耳光。对不起，我以为我能改变，对不起，冉冉。看着他悔恨难当的模样，我并未去阻止。在郝岩的忏悔声中，这个偏僻山村的真实面目慢慢显露出来。正如我所猜想的那样，贫穷落后导致了这一切。往前到20-30年，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压根儿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个穷乡僻壤。后来那些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挣了些钱，开始花钱买媳妇，久而久之，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条产业链，他们更是将其发展成了生财之道。郝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过他想通过读书改变这一切，但最后改变的却仅仅只有他自己。我是想着把你带回来，向村里的那些年轻人证明，不用干违法的勾当，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也一样能找到真心相爱的那个人。我也以为我爸妈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可是当我看到酒桌上的那几个人贩子时，我就知道我还是太幼稚了。郝岩说到这里时，我才恍然想起，之前在酒席上确实见过几个神色衣着有异于普通村民的人，他们居然是人贩子。我爸妈居然暗中定好了高价，就等对方把尾款送过来。他们眼里就只有钱，觉得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一切，包括老婆。所以我想等到天亮把你偷偷送出去，却没想到你很早发现了这一切，并且还惊动了我的爸妈。现在瞒不住了，彻底瞒不住了。郝岩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神情极为懊悔和痛苦。见他这副模样，我动了恻隐之心，至少郝岩是真心爱我的。可谢飞为什么会？谢飞？郝岩有些茫然，似乎并不知道我闺蜜的名字。不待我继续询问，地窖外响起了声音。谁在里面？一个小孩有些颤抖恐惧的声音传来。另一个小孩兴奋道，是不是我们抓住那个逃跑的女人就会有奖励有肉吃？听到后面这句话，心中刚刚升起的希望之光瞬间破灭。这几个小孩的声音我认得，其中一个小孩的名字好像叫狗蛋，就是在村口第一次见我时大喊着吃肉的那个。郝岩突然紧紧捂住我的嘴，示意我不要出声。狗蛋，是我。郝岩喊了一声，随即他用那些恶臭难当估计有不少跳蚤的被褥将我死死盖住。外面的狗蛋诧异地问道，郝岩哥，你怎么在里面？郝岩沉吟片刻，应道，还不是在找那个贱女人，结果天黑路滑，不小心掉了进来。那几个小孩一听，马上就打开了地窖的门。狗蛋叉腰站在入口，哈哈大笑起来。郝岩哥，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连个女人都看不住。是啊，真没用，到嘴边的肉都能飞了。听说这次那个女大学生能卖不少钱哩，要真跑了，你爸妈不得心疼的哭起来。几个小孩对着郝岩就是一阵数落。郝岩一言不发，朝入口爬去。躲在被褥中的我看到他在背后做了个 OK 的手势，示意我安心。郝岩即将爬到入口处时，狗蛋探头朝里看了看，吓得我四肢瞬间僵硬。就你一个人？狗蛋疑惑地问道。郝岩反问道，不然我会掉进来出不去。这一番话又引得那群小孩一阵哄笑。地窖的木板门再次关上，一行人就此离开。不知道过了多久，确定外面再无声响，我爬上简陋竹梯，用力推了推门，居然还是被反锁上了。为什么郝岩临走前又要锁上？在我有些泄气时，木板门突然被打开，一道光柱照了进来。蹲在入口处的居然是吴婶，他神情冷漠地举着一个手电筒，直接将光柱照在我脸上。你果然躲在这里啊！吴婶突然有些神经质地咯咯笑了起来。说实话，再次看到吴婶的时候，我差点吓哭了，主要因为她给我的心理阴影实在太大了。那双小巧的手之前几乎要掐断我的喉咙，此时在电闪雷鸣的雨幕中，她突然笑得那么开心，就好像小时候玩捉迷藏，鬼突然找到了精心躲藏多时的人，不想死就跟我走。吴婶突然停止了笑容，
在手电的光亮下，他的目光中透着坚定。此时的我别无选择，只好走出地窖。吴婶没说话，只是一个人在前方的雨幕中走着。雨越下越大，我几乎快要跟不上他的步伐。他明明挺着一个大肚子，走在山路上却如履平地。你要带我去哪儿？我抹了抹脸上的雨水，大声询问。吴婶像是没听到一般，只是闷头往前走。我当时也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的一直跟着他。在不知道跌了几个跟头后，前方的吴婶终于停在了一棵大树下。吴婶指着远处的夜幕，那里什么也看不到。一直走，别再回来了。吴婶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我突然鼻子一酸，很想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吴婶要帮我，还是说她现在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可能下一刻她会突然暴起，又想将我掐死。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我劝说道。吴婶看着我，再次咯咯笑起来。这一次我感觉到不对劲，她的笑声变得凄厉无比。果不其然，下一刻她就朝我冲了过来，只不过是将我撞开，和另一道身影纠缠在了一起。是容婆婆，她刚才拿着石块躲在树后想要偷袭。见此情形，我立马上前帮忙。容婆婆毕竟年纪大了，很快就被我俩制服。她张着嘴不断的呼喊，半截舌头的口中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在泥水中徒劳挣扎。我悬着的一颗心刚要放下，容婆婆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哨子放到嘴边，眼睁睁看着她即将吸气吹响，放松警惕的我压根来不及阻止。可下一刻，吴婶捡起身旁的那块石块，狠狠地砸在了容婆婆的脑袋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死人，胃里一阵翻涌，我忍不住吐了出来。吴婶满身的血迹很快就被雨水冲刷干净，她没再看我，而是起身，仿佛失了魂一般，摇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雨幕的黑暗中。看着树下的那具尸体，我惊魂未定，本想就此逃走，刚走没两步，我却陷入了纠结之中。难道要这样弃谢飞于不顾？他曾经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曾在我最困难时施以援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继续深陷在这个地狱中。仅仅思考了片刻，我又顺着原路潜回了村子。这时雨势渐小，黎明将至。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之前还到处想要抓我的人，如今却看不到一点踪迹。整个村子仿佛鬼域一般，静悄悄的，让人脊背发凉。直到我来到郝岩家的院门口，才发现那些追踪我的10几个青壮都围坐在他家的客厅里。或许是因为淋了雨，大多人都在喝酒吃肉御寒，或高谈阔论，兴致盎然，而郝岩就坐在人群中间，似乎是在和他们谈笑。来不及探听他们在说什么，我绕到了后院，翻墙进了猪圈。只是猪圈里除了那几头猪，竟没看到谢飞的身影。他身上的镣铐我尝试打过，只凭那一把小水果刀完全不可能将其破坏。谢飞去哪儿了？那个女人的味道怎么样？屋子里有人放声大笑，问出了这个问题。我心中蓦然一惊，不敢去相信自己那个可怕的猜测。恐惧和好奇让我情不自禁地躲在了窗台前。庆幸的是，一群人吃的是猪肉，喝的是烈酒，似乎是在庆祝。客厅里的郝岩淡淡一笑，说道：说实话，为了骗取他的信任，我还没下手。这一番话引得一众哄笑，怂包、软蛋等词语层出不穷。郝岩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郝阿姨骂道：早让你看紧点，白白让我们折腾大半宿。郝岩愤怒起身，将手中酒杯摔碎，反骂道：让你们多给他灌酒的，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还有脸怪我？不让你们暴力抓捕，还不是为了保证卖相完整，能卖高价？要不然我会那么耐心的对他连哄带骗？再说了，没有我博取他的信任，他又怎么会傻乎乎的被安心关在地窖里？躲在窗台的我，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对后面的一些谈话内容已经完全听不进去。这个男人果然还是骗了我。明明我那么信任他，甚至是之前还那么义无反顾的爱他。滔天的恨意让我想冲进去杀光他们，眼中涌出的泪水和愤恨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实在忍不住，几乎就要抽泣出声。可偏偏这时，一只恶臭难当、满是猪粪的手捂住了我的嘴。嘘！来人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看清身后的那人后，我惊喜难当，竟然是我闺蜜谢飞。谢飞示意动作小点，将我拖进了后院的厨房，并小心翼翼地掩上了门。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极力压制惊喜，小声问道。谢飞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厨房里的食物，一边解释道：我筹划了快2年，准备今晚逃走。那条镣铐如此坚固，凭谢飞自己是不太可能弄开的，除非有人暗中帮他，准备里应外合。谢飞似乎是猜到了我心中所想，他点了点头。村里有个婆婆，她以前也是被拐卖过来的，这些年要不是她偷偷帮我，我估计早就死在猪圈里了。听到这里，我有些呆在原地。谢飞将一大块猪头肉递给我，示意我吃，让我补充体力。你应该见过她，就是少了半截舌头的那个婆婆。虽然模样是吓人了些，但她却是村里唯一的好人。我接过那块猪头肉，只看了一眼，便像触电般扔开。谢飞不瞒我如此浪费食物，捡起来直接往嘴里塞。看来容婆婆没有骗我，你真的没事。谢飞擦了擦嘴，说道：之前你引发骚乱后，我让容婆婆去找你，她跟我比划，说是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她就吹哨子叫我。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谢飞吃饱了，抄起厨房里的砍骨刀，拿在手里掂量了下。我整个人都已经傻掉了，心里如同一团乱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容婆婆是好人的话，那吴婶为什么要杀她？为什么又要放我走？这么说来，容婆婆的死，我岂不是成了帮凶？谢飞拎着砍骨刀上前，问道：对了，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强忍着泪水，大概说了一下过程，只是省去了容婆婆被砸死的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谢飞解释，我帮忙杀害了他的救命恩人。别再轻易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男人。谢飞抓着我的肩膀，分外郑重地叮嘱。我知道，他说的男人指的是郝岩，还有离他远点，那就是个疯子。当初他就一直想让我消失。我的脑子已经完全乱了，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眼看着谢飞拎着刀想要做什么，我连忙抓住他的衣服。菲菲，我们逃吧，逃离这个地狱。谁知道谢飞却将我推开，咬牙切齿的道：不行，得再等等。等什么？我还来不及发问，就听到客屋那边传来开门声，那群青壮的声音也跟着传来。老郝，肉都吃完了，还没吃饱嘞。是啊，你这马上就要挣大钱的人，可别这么抠门，快去再切点。郝叔叔那很有标志性的方言嘟囔声传来。哎呀，小的啦，小的啦。伴随着郝叔叔有些得意的笑容，以及那愈来愈近的脚步声，我慌了。厨房的门没有门栓，况且这么小的地方根本无处可藏。下一刻，厨房的门被推开，郝叔叔那还稍显得意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他一眼就看到了我，他刚要喊叫，谢菲菲突然一跃上前，硕大的砍骨刀直直砍在对方的额头上。眼前的郝叔叔满脸是血，不可置信地盯着我。在发出一声惨嚎后，他想要伸手反抗，身躯却就此瘫软。屋内听到动静的人哗啦啦的就挤到门口，恰好看到谢飞正在费力的拔刀，那把砍骨刀竟卡在了骨头中。一时间，气氛陷入了诡异的静谧。郝阿姨凄厉的哭嚎声响彻夜空，瞬间惊醒了众人。仅仅是犹豫了片刻，那10几个青壮纷纷开始抄起身边趁手的家伙，宰了他，老子要扒了这个婊子的皮！甚至还有人折返回屋，似乎是想要拿什么武器。众人纷纷咒骂着上前，将我和谢飞团团围住。强大的压迫感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甚至害怕恐惧的不敢看他们的眼睛。他们如今的模样，分明是想把我和谢飞生吞活剥。我躲在谢飞的身后，有些绝望的闭上了眼睛。不过意料之中的剧痛并未传来，我睁开眼，看到离我最近的一个男人有些疑惑地盯着自己的手，他脚下虚浮，有些站立不稳，甚至是手上的木棍都没拿住，掉落在地上。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使不上劲了？我头晕，喘不过气来了。几个男人也纷纷面露异样，以至于有人直接瘫软在地。谢飞回头冲我一笑，回答了之前我问的那个问题。等的就是现在。他抄起手中的砍骨刀，一下子就把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男人砍翻在地。另几个男人见状，怒吼着上前，只不过他们的动作实在太慢，身形东倒西歪，片刻间又被谢飞砍到2人。本是我和谢飞被群狼围攻的局面瞬间逆转，竟变成了谢飞单方面的屠杀。
刚才那些还趾高气扬、凶神恶煞的男人们，现在也变成了待宰的羔羊。不过几分钟的时间，院子里横七竖八倒了好几个人，谢飞也全身浴血，气喘吁吁。其他人见势不妙，四散奔逃，只不过没跑2步，便跟着身体瘫软，摔倒在地后，连滚带爬，又哭又叫。谢飞也不着急了，如闲庭散步一般缓缓走上前去，惨叫声也随之平息。然后他缓缓地来到我面前，要不要试一下，砍死那个欺骗了你的臭男人？他指了指屋内，刚才郝岩和另外几个人及时跑了进去，只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也没有力气堵上门。谢飞一抹脸上的血迹，露出狂热而又快意的笑容。我拒绝了他手中递过来的砍骨刀。谢飞笑骂了一声窝草，然后像从前那样心疼地拍了拍我的脑袋。冉冉，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胆小，每次都需要我保护你呢。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看着他已经有些扭曲的脸庞，明明满脸血污，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鬼，可我还是没忍住，上前将他紧紧抱住。对不起。话都到了嘴边，我却只能哽咽着说出这3个字。之前我还以为他去了国外，故意将我疏远了，我也从来没想过试着去联络或打听他的近况，要不然的话，兴许他就不用受这么多年的苦。我自责无比的狠狠给了自己一耳光。谢飞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屋内。此时屋内一片狼藉，郝岩和另外几人歪倒在一旁，全身瘫软无力。臭婊子，当初就该把你剁碎了喂猪！郝阿姨半撑着身体，嘴里发出恶毒的诅咒。谢飞蹲在她面前，笑了笑。听说你也是被拐来的吧？普通话说得这么好，想来也读过书。那你知不知道为虎作伥4个字怎么写？郝阿姨一口唾沫吐到谢飞脸上，谢飞丝毫不恼，将剩下的酒硬灌进了他的喉咙。这酒呢，里面下了药，就是你们之前用来迷晕女孩的药，不过我加了10倍的量。郝阿姨被酒水呛得咳嗽不已，不等她再次开口咒骂，谢飞结束了她的生命。屋子里剩下的几人都被谢飞一一上前补刀，片刻间还热闹无比的屋子好似变成了修罗地狱。不远处的郝岩可能是喝酒比较少的缘故，意识还比较清醒。此时他满脸惊恐，裆部有尿液溢出。冉冉，救我！郝岩伸手朝我投来祈求的神情。谢飞已经站在他的身后，掏出当初我偷偷塞给他的那把水果刀。原先的砍骨刀似乎已经有些钝了。我亲眼看到谢飞将水果刀架在了郝岩的喉结处，他抬头看向我，笑问道：要不换你来？18，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会恐惧成这个样子，脸色苍白，身子颤抖如筛糠，涕泪俱下。眼前的这个男人和我印象中那个积极阳光的大男孩已经迥然不同。冉冉，我没有骗你，之前在地窖里跟你说的都是真的。把你锁在里面，只是为了博取他们的信任，刚才在屋里说的话也都是骗他们的。他们找了大半宿，又累又饿，等吃饱喝足，肯定就会彻底放松警惕。这样的话，天亮的时候我就能带你逃出去。郝岩一瞬间说了很多，让我又有些动摇。万一他说的都是真的。谢飞狠狠给了他一耳光，骂道：闭嘴，都到了这个时候还他妈的花言巧语。郝岩突然叹了一口气，神色变得平静起来。算了，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有人信，你们动手吧，替自己的家人赎罪，也算是罪有应得。说罢，郝岩认命一般闭上了眼睛。见我依旧毫无动作，谢飞有些急了，骂道：冉冉，赶紧动手，天马上就要亮了，村里其他人应该听到了动静，等他们一到，我们就真的跑不掉了。谢飞再次出声催促，我捡起一旁那砍钝的砍骨刀。看着近在咫尺的郝岩，我的双手忍不住的剧烈颤抖起来。郝岩突然睁开眼看着我，温柔一笑，缓缓道：冉冉，赶紧逃吧，我是真的爱。只不过话还没说完，谢飞已经轻车熟路般下了死手。郝岩双目圆瞪，身躯缓缓倒下。谢飞拉着我就要朝外走去，我忍不住回头。郝岩的身体还在微微抽搐着，
他紧攥的掌心无力展开，一枚钻戒滴溜溜的滚落。那一瞬间，我只觉得胸口如遭重击，一个踉跄没站稳，跌倒在门槛上。而不远处的东边群山间，已经显露出一抹鱼肚白。村里开始响起嘈杂的喊声，似乎也由远及近。我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只觉得全身都疼。等我真正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我靠在一棵大树后，抬头间，细碎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洒落在脸上，暖洋洋的，分外舒服。醒了。不远处，谢飞正站在齐腰深的小溪里。直到这时，湍湍的流水声传入耳中，我的听觉也开始恢复。谢飞已经褪去衣衫，光溜溜地站在清澈的溪水中，正清洗身上的血水和污秽。在他原先光洁白皙的背上，满布扭曲丑陋的疤痕。你也赶紧下来洗洗，瞧瞧你的脸，都快成大花猫了呢。此时的谢飞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洗礼，笑容灿烂，分外放松。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貌似那些村民并没有追过来，所以我们是真的逃了出来。这一刻，劫后余生的我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我来到溪水边，看着水中自己那满是血污的脸庞，悲从中来，仿佛又看到了郝岩临死前的那张脸。水波荡漾，水中的自己突然变成了吴婶那张病态而又神经质的脸庞。冉冉，快跑！站在溪水中央的谢飞冲我大喊，奋力摇手示意。我下意识地想回头，脑袋却被人摁进水里。与此同时，耳旁响起了吴婶的辱骂声：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让你走，为什么还要回来？猝不及防的我在水里呛了好几口水。等我从水面上爬起来时，看到谢飞已经和吴婶纠缠在一起，只是没想到体力不支的谢飞很快就被打倒在地，脑袋也被石块砸得鲜血直冒。眼看着谢飞被压在身下动弹不得，吴婶举起一个石块就要狠狠砸下去。住手！住手啊！我哭喊着冲上去想要阻止。吴婶停下动作，没去搭理生死不知的谢飞，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紧接着她扭头冲着不远处的密林大喊着：快来啊，那两个婊子在这里！远处的密林中，愤怒的叫骂声此起彼伏。我知道是那些愤怒的村民已经追了过来。果然在这茫茫大山间，想要真正逃出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眼看谢飞命悬一线，我直接跪下祈求：吴婶，你放了他好不好？如果你真想杀人的话，换我行不行？吴婶打量了我一番，咯咯笑了起来。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消失，反而是一脸的怨毒，指着身下的谢飞。以前他来的时候，村里的男人们都高兴坏了，只有我男人对我又打又骂。他问我为什么我长得还没别人一半好看，我都给他生了2个孩子了，他还老说我没用。吴婶摸着隆起的小腹，又是满眼温柔。这次一定是儿子，一定，我一定能争口气。吴婶转而盯着我，骂道：可你为什么要出现？我男人又开始打我，说我长得难看，没用。可我明明就要给他生儿子了，我都让你走了，你干嘛又要跑回来？你们把我儿子他爹给宰了，剩下我们娘几个怎么活？我这时才猛然想起，谢飞砍杀的那些人里面好像就有武术。你说怎么办呢？吴婶哀怨不已，缓缓举起了手中的石头。他们在这儿。那个叫狗蛋的小孩从密林中第一个出现，接着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大批村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每个人手中拿着镰刀锄头，满脸凶狠。吴婶指着我大喊道：狗蛋，就是他，是他砸死了容婆婆。狗蛋满脸通红地盯着我，骂道：臭婊子，我就这么一个奶奶，杀了他们！村民们群情激愤，一下子涌了上来。在我万念俱灰之际，几声枪响划破天际，惊起无数飞鸟。几个身穿警服的男人出现，他们手持短枪，怒声呵斥。2个警察上前将我护在身后，村民们四散而逃。我注意到了那晚在席间看到的几个人贩子，此时他们手上被上了镣铐，垂头丧气地低着脑袋，正被几个警察压着。原来是他们被抓了，供出了这个可怕的山村。紧绷了一夜的心弦瞬间松了下来，我瘫软在地，视线开始模糊。我知道
这一刻，我们是真的得救了。番外一，另一个真相。这一天，2个警察来到病房，为首的警察姓杨，就是当天在密林中带头鸣枪的那位。我看着他，说道：“我想出院。”杨警官拉来一张椅子，坐在病床前，笑了笑，说：“不着急，还得再检查检查。”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些不太高兴，明明自己已经康复，比起在医院里躺着，我更担心谢飞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闺蜜就是谢飞，现在怎么样了？我看着眼前的杨警官，有些惴惴不安。杨警官说道：“他的脑部受到重创，颅内出血，压迫了神经。”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无比痛心。杨警官神情遗憾，说道：“好在已经醒了过来，就是这脑子比正常人差了很多。”知道谢飞保住了一条命，我也得以松了口气。对了，你能把当天的案发经过再说一下吗？杨警官盯着我的眼睛。我很是烦躁，说道：“整个经过我都说了好多遍了，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盘问？我是受害者，又不是嫌疑人。”杨警官连连道歉，解释道：“因为谢飞脑部受到过重创，医生不太确定他是在案发之前精神就出了问题，还是脑部受伤之后才会突然智力下降。”我瞥了他一眼，问道：“你们怀疑我说假话？”杨警官摆了摆手，笑道：“职业习惯，就是随便问问。我在想，如果谢飞3年前就因为不堪受辱而精神崩溃，那么在整个案发过程中，他不太可能有这么缜密的思维，以及如此完美的实施逃跑计划，更不太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带着一个这么优柔寡断的你还能活着逃出来。至于那个怀孕的女人，精神本来就有问题，说的话也前言不搭后语。所以除了脑部重创的谢飞，现场的目击者无一人生还。你前面大部分的叙述倒是没太大问题，不过你在折返之后的描述就有些……听到这里，我的脸色不由得沉了下来。我注意到他似乎也在暗中观察我的反应。这么说，杨警官，你是在怀疑我？杨警官摆手，歉然道：“对不起，都说了是职业习惯，别介意，别介意。不好意思，我很介意。”我加重了语气。假若实施整个报复计划的就是我，那又怎么样？人贩子就该死，他们罪有应得，也算是恶有恶报。这样的结局，难道不是大快人心？而且，即便杨警官你怀疑我，有证据吗？杨警官尴尬的一笑，说道：“我只是很难想象，你这样的一个女孩，究竟是怎么从那种困境中杀出来的。”我对此沉默不语。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个女人，尤其是遭受欺骗的女人，在绝境之时究竟能迸发出何种力量。杨警官发出一抹意味难明的叹息后，起身准备离开。他将一个小东西放在了我的床边，那是一枚有些老旧的钻戒，来自于谢飞身上。对了，忘了和你说，他是一个经常流窜各地的惯犯，善于伪装，手段很高超。据我们调查，谢飞应该也是他的受害者之一，所以不用沉湎于过去的痛苦中，未来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加油啊！眼见杨警官2人要走，我喊住了他。谢谢。杨警官没回头，只是摆了摆手，身影潇洒的消失在门口。